我得了一种只能说真话的病，可我是一个女明星，和死对头一起参加采访。记者问：您和裴思年老师戏里的 CP 虐翻观众，请问两人私下里的交情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和前男友关系能好到哪去？记者瞳孔地震，你们俩竟然谈过，为什么会分手？紧接着我的一番发言炸裂互联网。公司给我的定位是娱乐圈唯一的小白花，为了维持人设，一口萝莉音，一头黑长直，搭配无辜的小白兔眼神，成了我的标配。有人说我绿茶白莲，自然也有人吃这一套。这一路褒贬不一，但我红得透彻，我装得滴水不漏。唯一的黑历史就是裴思年，他是我这个国民初恋的初恋。分手时我们闹得很不愉快，奈何他是影帝，有他参演的电影波不大卖，所以他做男主的剧本，我厚着脸皮接了，谁能跟钱过不去呢？片场里，我人前甜甜的喊裴老师，人后暗骂裴狗贼，变脸技术一流。他的演技自然跟我不分伯仲，我俩面对镜头可谓是21世纪职场关系的模范代表。背地里，我给他买耍大牌的通稿，他给我买烂片女王的黑热搜。一部电影拍下来，伤敌1000自损800，还有200是剧组给我俩买的 CP 热搜找不回来的。电影里，我演悲情女主，与他饰演的浪子男主纠缠一生，最终生死相隔。首映礼上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剧中女主的梦想是成为首席舞者，开拍前舞蹈动作磨得我生不如死。想起那些年我快要压断的腿，我想不哭都难。顾思年坐我旁边，不屑地嗤笑一声，随后绅士地给我递了一张纸巾，面上笑得温文尔雅，嘴上却说：“你这演技确实得哭，演得一塌糊涂。”我鼻涕眼泪抹作一团，甜甜应道：“裴老师，你真贴心。”然后暗自把鼻涕纸塞回他手里。首映礼结束，媒体记录下这一幕。昏暗的影院内，我和裴思年深情相望。网友评价：他看他的眼里有光，剧里的遗憾，现实中一定能圆满。谁的 DNA 动了，我磕的 CP 一定是真的。你们看看，这像话吗？好消息，电影一经播出，票房节节升高。坏消息，我和裴思年不得不捆绑宣传。每天看着裴思年这听在我面前摆架子，我身上比有10万只蚂蚁在爬还难受。奈何还要维持人设，我只能摆出一副猩猩眼姿态，夸赞道：“裴老师好厉害，我要向您学习。”实则心里怒吼：“老娘再也不想昧着良心夸这狗贼了。这小白花谁爱当谁当。”这想法在我脑中一闪而过，我浑身一个哆嗦，但我没在意。于是，接下来请观看我炸裂整个互联网的发言。记者：您和裴老师戏里的 CP 虐翻观众，请问两人私下里的交情怎么样？平日里会联络吗？不怎么样，和前男友关系能好到哪去？我脱口而出这番话，自己都惊了一个趔趄，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去。记者瞳孔地震：你们2位竟然谈过，请问为什么会分手？没关系，还能救。就说我是入戏太深，还没出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先轻笑了2声，以作试探。想笑就能笑，我的嘴还受我控制。我这才缓缓开口道：他只给看，不给摸。我怀疑他不行，不是，我的嘴有自己的想法，你们听我解释。空气中一片寂静，我刚才的轻笑搭配炸裂发言，嘲讽拉满了。裴思年黑着脸起身，神色仿佛刚被180道惊雷劈过一般。镜头里最后一幕，他拽着我厉声道：“我就说你只缠我身子，你根本不爱我。”裴思年满脸怒气，拉着我一路到楼梯间，防火门被他砰一声摔上。他一步步朝我逼近，直到我退无可退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满满的压迫感。他开口道：“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我不行。”你试过？我怕得要命，本想原地滑跪道歉，一开口却成了：“这话确实不太严谨，要不你让我试试，我回头帮你澄清。”话罢，我惊疑地捂住嘴。该死，怎么又开始说真心话了？裴思年撇过脸去，没了刚才的气势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想得美，这一副小媳妇受了委屈的模样，怎么好像她很吃亏的样子？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2年啊，整整2年，看得到吃不着。你知不知道我这2年怎么过的？我怒斥道：“在一起2年，你连腹肌都没让我摸过。”他看起来气极了，连眼尾都泛着红。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摸腹肌？我低头扫视一瞬，正义摇头：“怎么可能？我还想摸胸肌。有的人还活着，但已经死了。基里亚，什么都说，只会害了你。”他身上的气压更低，将我抵在墙角，蹙眉问道：“你说清楚，是想摸我的，还是别人的也行？”这我得回头对比对比。我内心祈祷：别问了，别问了，再问苦茬子都没了。正巧经纪人不断打来电话，我借机蹲下身子，从他的禁锢中溜走。走前还不忘说一句：“你想澄清的话，随时打给我，我先去看看病。”接了经纪人陈姐的电话，那头火气比裴思年还大。季里，你疯了是不是？都分手1年了，你搞自爆？姐，我要是说我的嘴有自己的想法，你信吗？别给我扯犊子，赶紧滚回家写道歉声明。还好文字还能打出违心话，我不情不愿地写了道歉声明。跟裴老师确实有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，但采访上说的话都是玩笑话，请求裴老师原谅。这个道歉不算诚恳，本以为会被裴思年的粉丝冲烂，结果热评却是：谢谢钱嫂子，还以为哥哥这么多年无绯闻是 gay 呢，吓死！哥哥还爱女人，我就放心了。
理解季姐，这种身材只给看不给摸，馋是正常的。男粉评价：哭死，差点以为我有机会了。我哭笑不得，顺手点进裴思年的词条里随意翻看。裴粉们正在极力洗广场，只不过粉丝们的重点竟然不是裴思年谈过恋爱，而是裴思年到底行不行。他们找出各种场合下裴思年的下半身图片放在一起对比，以此证明哥哥怎么会不行。也是，裴思年向来被誉为内娱行走的荷尔蒙。我那番话的确不太负责，对粉丝来说是晴天霹雳。于是我大手一挥，给这条微博买了包月的头条推广，算是给我这位死对头的赔礼。采访事件告一段落，虽然绯闻还是传得沸沸扬扬，但在娱乐圈黑红也是红，蹭了一把影帝热度，我的名气反而更大了。今日要和裴思年一起参加一场电影颁奖礼，这次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非凡。我17岁出道就被著名导演看中，饰演小白花女主，当时他们说我纯，说我有灵气。小白花人设深入人心，于是8年来，公司将我框在人设里，戏里戏外我都兢兢业业地扮演着小白花，无辜、纯洁、惹人疼爱。可是8年了，哪怕一汪灵泉也早已枯竭，再美的花都有花季。和裴思年这部电影是一个转折点，如果能借此得奖，那我或许就能转型。25岁了，我不想再蹉跎自己的人生。一入场，周遭媒体和一众明星的目光都凝聚在我身上，毕竟前几天的绯闻可谓全民吃瓜。我迎着众人的目光入席落座，裴思年身为男主座位自然在我身旁。许是还生气我上次轻薄他的事，他瞥我一眼，没与我搭话。典礼开始，随着奖项颁发，气氛也越来越热烈。唯有我如坐针毡，不仅因为身旁坐了个冰疙瘩，也因为我对奖项的期待与忐忑。忽然，裴思年默不作声地按住我的手，然后将一颗薄荷糖放在我的手心。这部剧你用了心，不用太紧张，无愧于心就行。他目光对着领奖台，像是在认真观礼的样子，吐出口的话却是对着我说的。薄荷糖的清凉在口中化开，安抚了我焦躁的内心。恍惚间，我想起跟裴思年在一起那2年，他身上常揣着薄荷糖，说是刚出道时容易紧张了就给自己吃颗薄荷糖，成了习惯。只不过那时他已功成名就，随身带着的薄荷糖就全塞进了我嘴里。不知何时，薄荷糖对我也有了镇定效果，成了我的习惯。他是个合格的男友，温柔、妥帖、细致，即便忙得连轴转，也没缺乏过对我的关心，就连委屈地进行地下恋情，也是为了维护我的事业。我没想过他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，因为那时我的内心一片狼藉，和他恋爱也只是为了印证我的残缺。我把他当同行，当前辈，当导师，唯独没把他当过男朋友看待。就像在剧组一般，在他面前，我也兢兢业业地扮演着我的人设。我对他并不真诚，捂着一颗心不肯展露。分手那段时间，挨着祖母的忌日，父亲借机打电话过来要钱。我一连几天状态不好，又是失联。裴思年难得有了脾气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几分焦躁。季里，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按失踪？我会很担心你。我身心俱疲，就这么顺势提了分手，忘了是以什么样的理由，大概是见面太少，性格不合之类的吧。电话那头的人深吸一口气道：季里，分手这种事至少要当面说。我答：裴老师，分手这种事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那段时间裴思年好像发了疯般工作，只不过工作内容都与我有关。他向来不接综艺和杂志拍摄，可那段时间为了和我见面，他来者不拒。片场间隙，他目光凝滞在我身上，却也给我留足面子，从未让我难堪过。而我一躲再躲，始终不肯正面应对他。我该怎么解释呢？说我和他在一起只是一场实验，亦或把血淋淋的伤口撕裂开来，将过去的不堪朝他一一细数。父亲的无耻，公司的压榨，一封封压在箱底的来信与折磨了我无数个日夜的黑影，都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，让我无法吐露真心。我从始至终的不信任他，也不想接受任何人可怜的目光，所以我选择了沉默。许是我躲了太久，终于将这人逼得发了疯。最后一次见面，向来冷静自持的人红了眼眶，那双桃花眼附上了一层雾气。他一身的疲惫，目露恳求道：季里，别闹了。而我薄唇微起，吐出的话却像一把刀子：裴老师，分手后还纠缠会让人恶心的。即使这样，他也依旧软声软语道：那天是我着急了，如果是有什么变故，我愿意听，也愿意等。季里，你相信我一次。我看着他任自己跌入尘埃里，高高在上的裴思年在我面前不复存在。或许有一瞬的心软，但我还是抿唇道：没什么变故，年轻人的恋爱不就是这样吗？舒服就在一起，不舒服就一拍两散。裴老师，真没别的，他只是我的眼，打断我。季里，说实话，我心虚了，后退一步，摇了摇头，还是不肯开口。许是我懦弱的样子彻底激怒了他，他猛地握拳砸向墙面。又是这样，又他妈是这样，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。我站在原地，还是说不出话来。心中刺痛，我却不知这是犯病前夕的征兆，还是因裴思年而引起的触动。最后他说：季里，你的理由我不同意。
你尽管躲，我会用我所有的资源去堵你的路，竭尽所能的不让你好过，直到你能说出来个像样点的理由。我沉浸在回忆里，忘却了对于奖项的紧张忐忑。身旁的人依旧冷硬的神色，朝我说：“认真观礼。”我回过神来，台上正在颁发最佳女主角奖。我的影片段落赫然在其中，说不期待是假的，但对这个奖项我早已平常心。毕竟这些年我烂片演尽，就连入选正经的电影节都是陈年旧事了。结果也不出我所料，并不是我。我无所感，身旁的裴思年却怕我失落。他轻咳一声道：“路还长，继续努力。”我低笑，真心实意地说句：“谢谢。”不过好在我们的影片拿下了最佳电影奖。主持人换剧组去领奖时，我和裴思年一同起身，在眼神交汇那一刻，不由自主地相视一笑。上台时，他俯身拎起我的裙摆，引得观众席一阵尖呼。主持人也调侃道：“裴老师好绅士啊，混迹娱乐圈这么多年，什么大场面都见过了。”但此刻我竟觉得有些脸热，下一时间回望他。他在身后目光灼灼，恍惚间像回到了我们还在一起的时日。他拎着裙摆朝我微微颔首，说：“季礼上台领奖了。”这一幕让观众席的声响更甚，全场沸腾。主持人趁机打趣道：“前段时间我们小李和裴影帝可是有一个大八卦，请问现在两人误会解开了吗？”这主持人真该死啊！神特么误会解开了吗？我怎么解？这事儿不解裴思年裤腰带，我怎么知道他行不行？我磕磕巴巴憋不出来一句话，生怕自己语出惊人。悄悄瞥了一眼裴思年，那人好整以暇，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。我朝他使眼色，让他出来打个圆场。他唇角勾起，看够了我的笑话，才终于肯接过话筒替我解围。今天我们就聊电影吧，至于我和小李的误会，我们私下慢慢解。我浑身一个机灵，严重怀疑裴思年疯了，当众搞暧昧算怎么回事？后面领奖发言，我靠着熟练的背稿功底挨了过去。一下台，我就拽着裴思年气急败坏道：“裴思年，你还嫌绯闻不够大？”他挑挑眉，一本正经道：“我委屈了2年的地下恋情，现在不想忍了。至于你对我的误解，随时可以找我澄清。”随后还顺手揉了把我的头发，就转身离去，独留我一人在原地炸毛。颁奖礼结束，我堵住裴思年，觉得有必要好好跟他解释一番。周围人都在围观，他见状将身边人遣走，把我拽上保姆车，随即调笑道：“现在你和我单独坐一辆车，不怕绯闻闹大了？”我义正辞严道：“裴思年，你离我远点，我这女明星还想多干几年。”今日的礼服性感艳丽，背部仅用一根纱带缠绕系紧，为了美观，纱带被造型师缠绕在我的手臂上。他捞起纱带，只稍稍用力，我便感到背部意料松动。那人慢条斯理道：“这次是你先撩拨我的，现在又想置身事外。季礼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没有脾气？”我顿时僵住，收起张牙舞爪的姿态，涨红着一张脸道：“裴老师，你不要激动，听我解释。我说我得了一种只能说真话的病，你信吗？我那天或许是真心想耍流氓，但绝不是真心质疑您啊。”这话好似愉悦了裴思年，他姿态放松一些，靠在车座上。他嗤笑一声道：“季礼，你嘴是真硬啊，说真心话就大方说，还非得说自己病了。”还不等我回答，他像是做了重大决定一般，毅然决然道：“我想好了，要是睡一觉就能解决问题，那就睡。”我惊掉下巴：“不是，我说我病了，我真病了。”他抬眸看我，眼中有能蛊惑人心的星辰。所以你想不想睡？我咬紧牙关，还是没能抵抗真心话吐露。想，苍天啊，你喊我清白。事情已经过去了2-3天，可是我想起这事儿还是满地找头。那天他自然没对我做什么，只是差司机送我回了家，他则连夜飞回了剧组。可颁奖礼上的小动作，再加上狗仔的跟拍，现在我和裴思年的绯闻一波更比一波高。网上正在全民磕 CP， 破镜重圆 CP， 我磕风，最佳前夫歌，预言家在此蹲一个复合，对分手却苦苦等气的忠犬小狗。他好爱我，哭死！看着网上的舆论，我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只知道我似乎并不排斥自己的名字与他并肩。手机震动一下，是裴思年的消息，一张半身照，他围着浴巾，线条分明的腹肌上还挂着水珠。我手一抖，险些拿不稳手机，又看了看微信名称，确认这是裴思年。青天白日，大满贯影帝变擦边男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我擦了擦哈喇子，删除对话框里一时激动打出的“哥哥想摸”，义正辞严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喊网警了呀，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。不过多时，他放弃打字，发来了语音申请。你在干嘛？他问我。在家休假，我还想问问你这照片是什么意思？他闪烁其词道：“我这不是怕2天没联系你把我忘了，而且你不是爱看吧？”他话说的含含糊糊，我故意逗他道：“我没听清你说什么。”他略有羞愤：“你就装傻吧，等我回了北城再收拾你。”挂了电话，我恍惚地抚了抚唇，这嘴怎么这么疼？感觉鱼钩挂嘴里了。随后又难以自抑地笑了起来。这算和好了吗？要不就和好吧。我心情雀跃，终于打起些精神来，想要看看剧本。突然门外响起门铃声，引得我莫名一阵胆寒。我透着猫眼朝外看去，只见一道一身黑衣的背影快步离去。他又来了，许是我最近春风得意，都快忘了他的存在，又该搬家了。
过了许久，我才敢打开房门。门外一个黑色的盒子，里面放着裴思年模样的人偶，人偶浸透了红色的颜料，扎满银针。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血红的几个大字：季礼，不准恋爱。过去的记忆细细密密地涌进脑中，心情像是从云端跌入谷底。我耐心地将银针一根根从人偶身上拔下，然后扔进了垃圾桶中。随后一阵反胃，我冲进卫生间，却只能干呕，吐不出东西来。许久，我抱膝陷在沙发里，望着苍白天花板。我在想什么呢？体内的暴力因子叫嚣着，想让我将一切都摔碎打破，包括我自己。可又有一股深入骨髓的疲惫感驱使我呆坐着，就只是这么呆坐着。时间被拉长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让人难以忍受，又是那么的无所谓。手机铃声响了许久，它就在我右手边的茶几上，可我却抬不起手，只是任由它吵闹，直到安静。吃了药，意识也有些消沉，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状态才好了些。打开手机，昨天的打来电话的是裴思年，他来电时已经凌晨，附带着一条消息：没什么事，就是夜戏结束想你了，看样子你已经睡下了，好梦。我敲敲打一会儿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干脆没有回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天他一时脑热，连夜回了北城，却又怕扰了我休息，让我生烦，在我家楼下生生待了半宿，赶着清晨又飞回了剧组。休假结束，我也逐渐恢复了工作，公司给我安排了几档综艺。这几天我连轴转，再加上日日都是减脂餐，体力根本支撑不住。一档节目结束，在车上挂着葡萄糖赶往下一个节目组。从我成年起就过的这般日子，我违不起约。可最近我是真觉得有些累了，这些年我仿佛是一个赚钱的机器，永不停歇。可现在我觉得自己转不动了。即将上飞机时，裴思年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他声音带着几分小心翼翼：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怎么不回我电话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莫名有些委屈。这些年，面对公司压榨，面对私生骚扰，面对父亲吸血，我从未觉得委屈过，因为在这世上，我始终是孤零零一人。可此刻，我真真切切地觉得委屈了。我吸了吸鼻，闷闷道：就是觉得好累，不想工作。他哄小孩似的道：再坚持一下。后面我们把行程推到去旅游，许是怕我不满意这个回答，他又接着道：你在上海录综艺是吗？明天我去探班看你。我不曾与他分享过行程，他却知道我的动态，是实实在在费了心。我心跳一滞，有一瞬间想丢盔弃甲地奔向他，最后却只是乖巧地应了声好。我等你来。户外真人秀对我而言是最难熬的，不仅要配合着嘉宾们嬉笑，还有不少需要来回奔跑的体力活动。对于一个3天没睡过囫囵觉的人，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来。外面35°C的高温，所有人都暴晒着。中场休息时，经纪人看我脸色不好，又差化妆师给我盖了几层粉。我头晕眼花，打开节目组为我提供的饮料喝了一口。刚入口的一瞬间，我便觉得不对劲，下意识地呕吐出来，随即心脏异常的加速跳动，眼前的景象逐渐变得模糊，我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睁开眼是苍白冰冷的病房，身上插满管道，耳旁是仪器机械的滴滴声。门外一阵对话声传来，他的饮料里检查出来了农药成分，好在剂量不大，现在病人经过洗胃，已经脱离了危险期。这个会给他的身体造成后遗症吗？好像是裴思年的声音。应该不会，但是病人还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病史，后续照顾好他的情绪才是重中之重。好，谢谢医生。片刻后，房门被推开，映入眼帘的是满身疲惫的裴思年。看着他的模样，我忽的鼻头一酸，满腔的委屈在内心翻涌。见我醒来，那双漂亮的眉目终于迸发出些色彩，亮了起来。他快步走向我，轻声问道：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？我眼泪簌簌地往下掉，想要起身抱他，却又被浑身的管子牵扯着。他用指腹轻柔地拂去我的眼泪，俯身去揽住我，轻拍我的背，轻声细语道：李李，别怕，现在没事了。我抵着他的胸膛，带着哭腔道：裴思年，我不想工作了，我不想生病了，我不想在医院里。我一股脑地说了许多话，许多委屈，像个小孩一般哭闹。他耐心的一句句答应下来。经纪人应当是在门口候了许久，见此情形，他终于开口道：小李的合约还有2年，当初他签的合约并不公正，打官司的话应该能胜诉。裴老师，你要是真心喜欢小李的话，帮帮他吧。我欲开口说些什么，却被他按下。他回望我，软声道：你好好休养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后来我迷迷糊糊睡下，隐约间听到裴思年与经纪人在外聊了许久。第二天，警局的人来问我事发时的详细情况。裴思年怕我有所不适，整个过程中都伴在我身侧。请问姬小姐平常有与人结怨吗？我摇摇头，在娱乐圈这么久，就算与人发生些小矛盾，也不至于在我的饮料里兑农药。
我们查了当时的监控，安排这瓶水的人戴着黑色鸭舌帽，看不清面貌，剧组人员繁杂不好排查。季小姐有怀疑的对象吗？黑色鸭舌帽，我想起前段时间的威胁信，开口道：我想我知道是谁了，他是我的一名粉丝，从17岁出道开始，不论我换了多少号码，多少住址，我总能收到一个人的信。起初他只是在信里诉说有多喜欢我，到后面言语逐渐偏激，从我出演的影视作品剧情中与男演员过于亲密，让他不满。到我某天和哪位朋友见面，来着我某顿饭吃了什么，他不时会寄来一些东西，玩时的照片，带有摄像头的毛绒玩具，甚至是他的体液，每一件都让我毛骨悚然。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仿佛想要伸手掌控我的命运。这些年不是没报过警，可公司怕事情闹大，影响了和粉丝的关系，再加上对方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屡屡以失败告终。我讲述完这一切，让裴思年去家里拿来了这些年收到的信，8年，整整127封信，每封都被我锁在抽屉里。事情交给了警察，而裴思年担心我的安危，软磨硬泡的和我住在了一起。这件事对我而言有些突兀，却也觉得顺理成章。那段日子很平静，没有东奔西走，没有父亲问我要钱的电话轰炸，没有公司的责骂与压榨，也没有那些可怕的信。外界的事情我一概不知，只是日和他窝在一起看看电影，打打游戏。我应该是开心的，却开心不起来。短暂的欢愉过去，我内心升腾起莫大的惶恐、焦躁。有时我情绪高昂，想要背剧本，想要去拍戏，想要通宵打3天3夜的游戏。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有时我郁郁寡欢，担心被裴思年抛弃，担心被粉丝遗忘，担心自己的病有遗传性，觉得自己不配一段美好的恋爱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让我安定的因素，我又陷入日复一日的内耗之中。即便裴思年从未有过不耐烦，我却看得见他眼下熬出的青黑。我的病对他造成的负担让我无法忽视，有我的存在，他好像过得并不好。我愈发的内疚，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常常暴躁后又哭着向他道歉。我不是一个好的恋人。我独自一人去见了之前的心理医生，并没有知会裴思年。我害怕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差，害怕最亲近的人也望而却步。心理医生听我讲述完最近的一切后，缓缓道：你说前一阵你突然开始说真心话，我想这不是什么鬼神之说，只是你自己心理负荷太重，所以你的大脑与潜意识都在保护你，不愿意让你再继续伪装下去。这说明潜意识里你是想要好起来的。话罢，医生对着我欣慰地笑了。从前我是真的很担心你的状态，你还记得那时的你吗？许是身边人对你都太过严苛，你过于担心别人对你的负面评价，所以从不愿意吐露心声。而如今你对一个人能坦诚相待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其实裴思年对我而言一直都是特别的，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，也或许是出道后的经历，一直以来我对男性有股源自心底的恐惧。再一次生日时，收到了男粉丝寄来的体液，我恶心反胃了几天后，便开始害怕男性，害怕他们的触碰，内心也逐渐麻木。我好像再也无法对一个人心动了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刚好碰到了裴思年向我表白。他待人永远分寸得当，是我见过最温和有礼的前辈，而与他搭戏的过程中，我也从未有过不适。我没想过他为什么会喜欢我，或者说那时候我根本不在意，像是一场实验，而我找到了合适的实验对象，就这么潦草地开始了一段恋情。可不论2年前还是现在，不论我与他是甜蜜还是拌嘴，我从不曾厌恶过裴思年。他成了我的药引，不觉间就熟着我。最后医生对我说，季里有这么一个人出现，我真的很为你开心，去试着好起来吧，你会好起来的。等我回去时已经傍晚，裴思年在家里已经准备好了晚饭。他陪着我的这段时间也不工作了，主动包揽了一切的家务，在家栽花做饭，活脱脱一个家庭主妇。我在门外开锁，就能听到屋内他拉着拖鞋奔向门口的响动。在我开门时，他又装作在给玄关上的花瓶换水，一副不经意的样子问我回来了。我主动揽上他的腰，踮脚吻他，含含糊糊道我想你了。他被我突如其来的主动搞得五迷三道，一边想回吻我，一边又担心道怎么了？今天回公司办交接不顺利。对，我告诉他我是回公司办交接了。不想回应这个谎言，我吻得愈发猛烈，将他推倒在沙发上。他不敢乱动，任由我对他上下其手，喘着气说道别乱摸，再摸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我变本加厉解开他的衣服。裴老师，不是说可以随时找你澄清误解吗？窗外是大片的火烧云，阳台的门还没来得及关，只拉了一层薄纱。微风浮动，一阵清凉飘进屋内，而屋内气氛正浓。等一切消散，我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对裴思年道：裴思年，我想好起来，你送我去住院吧。住院前，警察追查黑衣人的事件有了下落，人被抓到了。尽管裴思年极力阻止我去见他，可我还是去了。那人仅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简朴，面上甚至有几分斯文，普普通通，平平无奇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面目狰狞。
见到我时，他毫无悔过之意，只是目光狂热地盯着我，随后痴痴笑了起来。李李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。我往后退几步，撇开目光，我不想让这张面孔在我脑中停留太久。方才我的身份证落在了车上，让裴思念去拿，这会他来了，面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担心，揽着我欲将我与那人隔离开来。见到裴思年，那人终于崩溃，他猛地抱起，又被手上的锁铐牵制住。他猩红着一双眼说：“季里，我警告过你的，你凭什么谈恋爱？我才是最了解你的人，你的8年是我和你一起过的，你背叛了我。”我转过身去，开口与他说了第一句话：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他突然又静了下来，面目狰狞，语气却平淡。起初，我只是像无数粉丝一样，喜欢你在剧内的纯真无瑕，所以格外关注你。那时候你才17岁，刚出道。一次杂志签售活动，我去了现场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。活动是临时举办的，门票也被炒得很高。那天为了见你，我订了高价机票与酒店，花光了工资，又因为下雨堵车，差点没赶上签售。等我湿漉漉地挤进会场，无数的人围着你，而你根本听不见我的呼喊，也不曾看向我的镜头。我心气不顺，想着以后再也不追星了，所以签售时我态度很恶劣，怒斥你不看我的镜头，根本配不上票价。说到这，他仿佛想起什么令他愉悦的事情，唇角勾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接着道：“你或许不记得你当时的眼神了，像受到惊吓的小白兔，带一些害怕，更多的却是愧疚。即便一个人对你恶语相向，你也首先觉得愧疚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那模样漂亮极了。后面的签售，你完全不在状态，即便想要对着粉丝扯出笑容，却还是没忍住落了泪。看着你因我升腾起情绪，我内心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满足感。高高在上的你是那么的好操控，一句陌生人的恶语就能让你诚惶诚恐许久。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，也越来越了解你。我知道你的公司压榨你，你的父亲是个吸血鬼，而你只是个还未成年就已伤痕累累的小姑娘，对着这个世界的任何善意都感恩戴德，而一点微小的恶意就能让你雪上加霜。所以我写信给你，从最初满是鼓励，逐渐一步步打压你，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曾有一个人对你满心期待，又因你的错误一步步对你失望至极。我成功操控了你，你扔出的垃圾袋里有了抗抑郁药物，到最后药物品类越来越繁多，药剂越来越重。你知不知道你确诊双向的那天我有多兴奋？你病了，你因为我彻彻底底的病了，哈哈哈！你看，我是这个世上最了解你的人，我成功驯服了你，可你为什么要不听话呢？为什么要背叛我呢？我站在原地，浑身战栗。裴儿思年的眼眶红透，满身都是要杀人般的怒气。察觉到裴思年的情绪，我反倒觉得自己应该镇定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慢吞吞地从口袋中翻出一颗薄荷糖。这本是我为自己准备的，现在却塞进了裴思年口中。我抬头直视那双令我作呕的眼睛，缓缓道：“可惜你从未成功过。25岁的我依旧愿意相信别人的善意，依旧在乎粉丝的评价，依旧相信有人会爱我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摆脱了公司的压榨，有能力应对父亲的无耻，还有一个相爱的恋人。接下来我会去接受治疗，这些病症会慢慢痊愈，我的人生会越来越好。而你会去吃牢饭，你的人生从此都只会是灰败的。这就是你自作聪明的下场。”话罢，我牵上裴思年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去。25岁前的季里，无数个日夜都被一道可怖的黑影所影响着，而如今见到黑影的本人，却也觉得不过如此，只不过是个恶心又卑鄙的毒虫罢了。我决心要好起来，决心走出这道黑影。从前我不愿意住院接受治疗，一是公司并不愿意给我这样一个长假让我休养，二是我无依无靠，害怕进了精神病院就再也没人接我出去。而如今有了裴思年，我好像不需要担心这些了，又有了满腔的勇气去面对未知的坎坷。入院那天，我剪掉了一头长发，朝裴思年摆摆手就住进了病房。那段日子很苦，每天有吃不完的药，做不完的检查，要忍受药物的副作用，要接受情绪一波波的侵袭。有时做完治疗，我抱膝坐在床上看窗外的景色，绿树葱葱，鸟声鸣啭，一切都生机勃勃。我只是像个木偶般静静看着听着，内心好像失去了对一切的触动。这时我就会收到裴思年的消息，他的消息细细碎碎，繁琐平淡。他说等我好起来，回去后他会买一只小狗，到时我俩带着他一起去散步，让我想起个什么名字好。他说他最近学了新的菜谱，等我回去尝尝味道怎么样。他说阳台上的花到季节都绽放了，漂亮得很。这时那颗麻木的心又被牵动起来，沉浸在他勾画出的未来之中。纵使感觉千难万阻压在身前，可有盼头，人就有前行的力量。日子会好起来的。出院那天，我的头发已经过了肩，外面青葱的树木也已萧瑟，道路两旁积满了深秋的枯叶，并无我想象中那么冗长难熬。经过一系列检测，我的情绪已经能控制得当，自杀的念头也早已消散。医院外，裴思年一手捧花，一手抱着一只小狗，而那只小狗并不安生，扑棱着花束，打落了一地花瓣。
他手忙脚乱地训斥他：“你把你妈的花都打秃噜了！”转头却看见了我，那只小狗不怕生，一溜烟从他怀里跳下来，朝我奔来。我心急至极，注意力被吸引，蹲下身抚摸他的毛发。裴思年的声音从头上幽怨地传来：“早知道就不带他来了，竟会讨公。”我大笑着起身，像模像样的也揉揉他的头发。怎么？裴大影帝还和一只小狗争宠，他一把将我拥入怀中，头埋在我脖颈上吸气。你应该先抱我的，我很想你。我在他怀里动弹不得，看着远处飘零的落叶。已经是秋天了，可我的春天正拥我入怀。3年后，季礼时隔3年再回影坛，影帝老公大力支持。3年打磨，利刃出鞘，季礼新片入围戛纳。季礼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，中国电影的骄傲。彼时，我与裴思年携手走在戛纳的海边，南法的气候让人舒适。我张开双臂，迎着海风，也迎着浪潮。回头对裴思年说：“17岁时，我以为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来戛纳参礼，没想到一晃10年过去了，浪潮来袭，他猛然抱起我，没让我沾到一滴水渍。”耳边是他轻柔的话语：“李李，很多事都一样，什么时候好起来都不晚。”是的，什么时候好起来都不晚。曾以为无法跨越的坎，再回首已是前尘旧梦。苦痛过后，总会有人来爱你。如若那个人还没出现，如若世界太过苛刻，请先自己善待自己。请坦然地接受自己会懦弱，会悲伤，有时还会搞砸一些事。请接受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带着瑕疵。请爱自己的优越，也爱自己的平庸。请相信风雨之后有彩虹。愿每个人都能有告别过去的决心与迎接未来的勇气。